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生姜只是调味品，但其实生姜还有很多的妙用。男性朋友如果睡前用生姜涂抹一个地方，对身体是大有好处的。那木子说的这个地方呀，就是脚底。睡觉前可以将生姜片贴在脚底，那这样会得到哪些好处呢？首先可以改善睡眠。现在的大多数男性压力都非常的大，所以经常会出现失眠的情况。这时就可以试试用生姜涂抹脚底，这样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促进睡眠，能让你更快的入睡。那除了这个方法，木子再给大家推荐用去心莲子泡水喝。去心莲子有补益心气、镇静安神的功效，对改善失眠也有帮助。其次就是祛寒湿，因为我们脚上呢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如果用生姜涂抹脚底，不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够排出体内的寒湿，帮助健脾养胃哦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可以缓解脚臭。那现在很多男性都属于汗脚，所以晚上回到家时脚都非常的臭。这时呢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，能帮助消灭脚上的细菌，对缓解脚臭有一定的作用。女人来月经时，牢记两洗2不洗，子宫光滑，妇科问题远离你。第一，清洗内裤。女人来月经时要多清洗内裤，因为这时的细菌会增多。经常洗内裤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，保护子宫的健康，也可以避免一些妇科问题出现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第二，多用热水洗脚。女性来月经时，可以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，这样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有助排出体内寒气，让全身都暖起来，有一定的暖宫效果，也能够让妇科炎症远离你。第三，不用凉水洗手。女性平时干家务活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要注意月经期间最好不要接触凉水，洗手或者是干家务活的时候用温水，要不然很容易导致寒气入体，对子宫健康不利。第四，不洗头。女性月经期间身体的抵抗力会很低，所以这时应该避免着凉，建议大家不要洗头，因为洗头会带走头上的温度，使寒气进入身体，导致子宫受寒，加重痛经的情况。若是实在想洗的话，可以用热水。所以女性朋友月经期间注意好上面这4个细节，更有利于子宫健康，也可以避免妇科问题的出现。乳腺增生先别慌，多吃这2种食物，疏通乳腺，减少增生。第一种，鱼腥草。鱼腥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鱼腥草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药材，也可以作为食材来食用。其实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它的味道，但是呢，鱼腥草有很好的抗菌消炎、除痛消肿的功效。女性朋友经常吃，不仅可以帮助疏肝理气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乳腺增生也有很好的疏通作用。第二种，蒲公英。蒲公英在春天的时候很常见，我们可以经常用蒲公英泡茶喝。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有很好的通乳散结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将蒲公英晒干，然后用来泡茶，经常喝，对乳腺增生的疏通也有很好的效果。女性朋友如果经常出现乳腺增生的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进行调理。除了吃一些疏通乳腺的食物外，大家平时呢还可以多运动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少生气，这样对乳腺增生的恢复也有一定的帮助。由于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，所以很多女性都是身心疲惫的，所以经常会去按摩来放松身体。但你知道，女人身上有2个敏感的部位，最好不要乱碰，自己也要少摸。这2个地方就是腰部和肚脐。腰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腰部的2侧是肾脏的所在，而且我们运动的时候也要用腰部来支撑。那女性来月经时，很多人呢也会出现腰酸腰痛的情况，所以腰部这里是不适合经常按摩的，不然容易给身体带来伤害，女性朋友要注意。肚脐，女性朋友也不要乱碰，因为肚脐这里的脂肪层比较薄，如果经常按压或者是用手去抠，很容易使脂肪层破坏，导致细菌感染，出现腹痛、腹泻等不适症状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别人碰，自己也尽量少摸。女性朋友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虽然偶尔按摩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上面这2个地方就尽量不要碰了，这样对健康才有利。睡前坚持靠墙抬腿，会收获3个好处，现在知道还不晚。第1个好处，帮助瘦腿。很多女性都讨厌自己的大粗腿，如果每天睡前能靠墙倒立10分钟，可以帮助拉伸腿部肌肉。
燃烧腿部脂肪，对瘦腿有很好的效果，不过要长期坚持才会见效。第二个好处，提高睡眠质量。现在很多女性都有失眠的情况，尤其是中老年人，经常失眠对身体危害很大。如果每天坚持靠墙倒立，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不仅能提高睡眠质量，还能缓解头痛。第三个好处，增强肠胃消化功能。靠墙倒立这个动作不仅有上面的这两个好处，还能够帮助增强肠胃消化功能，让身体得到足够的营养物质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所以女性朋友晚上睡觉前不要再玩手机了，抽出10分钟时间做这个动作，既能减肥，还能够帮助养生，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。话说50知天命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50岁以后身体机能开始退化，那么也会衰老很快，所以日常生活中应该学会好好的保养。若50岁以后还能毫不费力地做完3件事，说明身体还很健康，衰老离你还很远。入睡快，排便轻松。很多女性过了50岁会出现失眠、便秘的情况，失眠和便秘都会影响到身体的排毒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50岁后，如果你还能很快的入睡，排便通畅，这样有利于身体内毒素、垃圾的排出，皮肤也会变得很好，有利于延缓衰老。腿脚好，走路不费劲。都说人老腿先衰，所以当人衰老的时候，腿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，出现关节疼痛、走路困难的情况。但如果50岁后你还腿脚非常灵活，走路轻松不费劲的话，说明身体素质还非常好，不存在骨质疏松的情况，这样也可以让你更显年轻。吃东西不费力，不牙疼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牙龈会出现萎缩，这时候牙口就会受到影响。当女性50岁以后，如果吃东西毫不费力，很少有牙疼的情况，说明牙齿还很坚固，这样相对来说也会衰老的比较慢。相信没有几个女人不害怕自己衰老的，所以大家平时要多注意保养，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坚持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有一个乐观的心态，那么这样衰老也会远离。女性雌激素偏低可能会有3个表现，很多人都忽略了。表现1，皮肤越来越差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对皮肤影响很大，如果雌激素分泌充足的话，那么皮肤就会非常的红润有光泽，但如果雌激素偏低，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差，出现色斑、痘痘、脸色暗淡无光，甚至长皱纹的情况。表现2，月经紊乱。如果女性月经正常，那么说明子宫和卵巢也是比较健康的，体内雌激素的分泌也是充足的。但如果月经发生紊乱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体内雌激素偏低了，最好及时调理。表现3，脾气暴躁。如果体内雌激素偏低，就会影响到女性的内分泌，这样也容易使人出现暴躁、情绪波动大，或者是经常抑郁的情况。这时也要注意补充雌激素。所以女性朋友要经常的注意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，若是出现雌激素偏低的情况，大家需要及时进行调理，不然会使人加速衰老，对健康不利。妇科病对女人来说是很烦人的一件事，很多女性会觉得有妇科病很丢人，所以不愿意去检查。但其实如果脸上出现3个表现，就可能是被妇科病缠上了，使用再多护肤品也没用的。出现黑眼圈，如果晚上没睡好觉，或者经常熬夜，会出现黑眼圈的情况，但其实还有可能和妇科病有关，主要是因为气血不足、气滞血瘀导致的。如果出现黑眼圈，而且用各种护肤品也不能够缓解，就要小心妇科疾病了。脸上长斑，很多女性脸上长斑会以为这是皮肤出现问题了，因此会有很多护肤品进行调理。如果得不到缓解的话，就要考虑可能是内分泌失调、雌激素水平出现异常导致的，这样很容易使女性出现妇科疾病。嘴巴周围长痘，日常生活中长痘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，如果出现嘴巴周围长痘，就要考虑可能是内分泌失调了。如果体内毒素长期堆积，很容易引起妇科疾病。上面的这3种表现，大家要引起重视。如果发现了，尽早的检查，好做调理，不要再不好意思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